there are times when opportunities are just thrown at you so fast you can't, it's unbelievable. And then there's other times when you're very, very lucky if you find one thing in a couple of years. And it should always be that the latter is what prevails. But since humans love to gamble so much, there's more money in actually cultivating gamblers than there are cultivating investors.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8日，星期六。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还是来聊一聊美股。昨天呢，7月17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啊，美股大跌。那么很多这个网友呢，现在都恐慌了，是吧？啊，亏得很厉害，像什么存储啊、芯片啊、AI 啊这些股票啊，都跌得非常的厉害，甚至呢，它也引起了就是整个市场进行了这个下跌。那么我今天呢，因为没有带麦克风啊，所以就可能要离的这个手机近一点，并且呢有一些噪音啊，这个大家包涵一下。那么今天呢，我还是想聊一下我对美股未来的走势啊的一些看法，以及呢就是我对这些股票的一些看法吧。那么首先呢，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账户啊，我自己的账户呢现在又回到了15700美元。那么前2天最高的时候呢，已经达到17000美元啊。那么一周的话呢，总的来讲这一周等于没有盈利，反而是亏损了2个点2%。那么整个一个月来讲呢，最高的时候呢，我达到20%多。但是因为这2天的下跌呢，就又回到了10%几，就是盈利啊。但是这个呢，最主要呢，就是我没有去进行一个短暂的操作啊，因为我默认了这个波动，但是我觉得呢，对于我选的股票来讲呢，未来应该还是会继续上涨的，所以我没有任何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讲一讲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板块啊。首先呢，其实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包括去年年底吧，我就一直在说，我说像谷歌、特斯拉啊，包括新上市的 SpaceX 啊，这些股票，很多人当时都问我啊，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是不会去买这些股票的。那谷歌从今年最低位到现在的价格，其实也就上涨了10%几啊。这个还没有我1个月的这个增长高啊！我今年整个的增长的话，其实也超了不少了，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像那个 SpaceX 啊，当时要上市，就有网友问我会不会去买啊？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 SpaceX 上市以后肯定是一路下跌啊，那现在具体跌了多少了？差不多应该也有40-50%了吧？就从它上市以后的高位来讲啊，所以就是这些股票呢，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公司的业绩，或者说它公司的基本面或者什么情况，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于他们太狂热了啊，就像这个SanDisk，还有就是美光啊这些存储板块啊。要知道这些存储板块在过去呢，就是它是默默无闻的，就大家可能平时都不怎么关注。有很多人啊，过去也觉得这个股票挺好，然后买了一阵子以后呢，没什么上涨，他们后来就卖掉了啊。那过了好多年，它突然来一下爆发，对吧？给你涨，但这个爆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大量的资金密集的在这个时间，这个热度呢，就一下子就太高了啊，所以这种股票呢，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暴涨之后呢，迎来暴跌啊。那么赚钱的呢，肯定是早早就已经是在这些公司它上市之后啊，就参与里面的这种基金啊。这种投资什么基金，对吧？这种它占有了大量的这个股票啊，
但是亏损的呢，往往就是在这个热钱涌入啊，这个行情火热的时候呢，冲进去的散户啊，甚至也有一些啊这种投资的，对吧？这种基金，所以亏损的呢，就往往是他们。那么对于这些股票呢，很多人啊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我进去买SanDisk，我进去买美光这些股票，好不好？我觉得呢，如果是做一个短期的博弈啊，就是你就想，找一个反弹啊，就是现在它下跌的很厉害，我看买进去能不能赚个几%，赚个10%或者赚个10%几的，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如果长期的啊，就是未来1年2年啊，那我对这些存储板块啊什么，我觉得他们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很大啊。就像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一只股票，就是那个奈飞啊，因为我自己平时看奈飞嘛，就我看剧啊、看电影啊，我都看奈飞。这个公司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它是之前跌到100出头吧，当时还是多少，我当时就很想买了啊。但是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哎呀，我想一想算了啊，就是还是理智胜过了情感啊。就是事实上我是很喜欢这家公司的啊，但是呢，我后来没有买啊，因为我认为它要跌到一个更低的位置。那现在这个奈飞啊，它跌了只有70多美元了，还是80美元啊？那接下来像这些股票呢，就它会跌到一个正常人啊，就是你难以相信的一个数字。那对于我来讲呢，因为我的这个订阅者里面有很多人买了这些股票的，所以我也不想说这种很残忍的话，对吧？我就不说了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去说，人家也不会就是把它卖掉的啊。更多的人选择的其实是补仓啊，那所以我就不说了。我们让市场啊继续验证一下啊，看看会怎么样走。所以呢，这些股呢，它既然已经就是向下的啊这样的一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未来的一些时间呢，它的这个向下的力度、向下的这种时间是很漫长的啊。就你再要等回来这样的一个周期，很可能是5年以上啊，甚至就更久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对这些存储板块啊、芯片啊这些看法。当然也有一些公司啊，比如说你像英伟达这种，或者说英特尔啊，那这些跟纯粹的这种热炒起来的什么SanDisk这一类，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我再说一说我最近啊关注的几只股票的一些情况吧。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之前这段时间呢，在今年年初开始呢，我一直是布局数字货币的一些股票，对吧？比如说像 MST 啊，比如说像 Coinbase， 比如说像那个 PayPal， 比如说像那个 Block 啊。那么当时呢，我也给这些股票做了一定的划分啊。MST 呢，就我说了，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下呢，它的风险是最大的，并且呢，它有很多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啊，并不是说这只股票本身不好，主要呢也是这个热度太高了啊。就这种热度太高的这种东西呢，往往就是会产生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它不到一个程度啊，就很难涨上去的啊。当然了，就是在那个今年的有一段时间吧，它也从低位啊，就我说的那个位置，差不多100美元左右的时候，很多人也买了，然后上涨到200，对吧？就基本上也翻倍了啊。然后那个时间呢，就是我后来也说了，
要进行减仓啊，要下跌。那么 Coinbase 呢，比它好一点呢，差不多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行情吧。现在虽然也是没有继续上涨啊，但是呢，之前那一波也上涨上去了，差不多也有涨个70%-80%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些股票呢，他们要更看的是一个美联储啊，美联储。那么像另外两个啊 ，Block 还有 PayPal 这个星期它是上涨了20%啊，从它这最低位呢，那是30多吧，还是40吧，现在也到了60多。那么在之前我发布这些视频的时候呢，有人就问我的啊，他说这个 PayPal 啊，他买了今年会怎么样？我当时就说，我说翻倍，对吧？翻倍啊。那么现在看下来，现在几月份？现在才7月份啊，那还有好几个月。PayPal 我认为翻倍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对吧？并且比较稳啊。还有就是 Block 呢 ，Block 其实它已经接近翻倍了啊，因为它从那个也是40多吧啊，上涨到现在80左右的样子啊。那么对未来呢，我觉得他们像Coinbase 还有像那个MSTR 呢，更看重的啊是一个大选啊，美国大选，就川普是否还能够牢牢的掌控的权力啊。第二个呢，就是美联储啊，美联储呢，因为虽然大家预期啊，就一直是说要宽松，但是事实上呢，就是美元目前呢并没有进行一个宽松，对吧？就是说降息啊，它没有降息，甚至呢，它一直跟市场呢是唱反调啊，说要加息。那么这个呢，直接会影响到比特币的价格啊，还有就是数字货币的这个价格。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依然呢就不会阻挡大的趋势啊。大的趋势从这个比特币一直跌破6万，然后现在又回到了6万以上。基本上呢，我觉得来来回回那么反复几次以后呢，那么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就是在6万左右，应该就是一个比较结构稳的啊一个短期的底部吧，对吧？那么至于向上的话，动力多高啊，就要看就是在6万左右啊，有多少人愿意放弃手中的比特币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还是会上涨的啊。所以有人问我，他说比特币现在你还能看到15万吗？啊，我认为没问题啊，没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有人他会问你，他说，你觉得今年啊会不会涨到？那我说啊，我认为会。但是呢，它有可能，它今年没有涨到，它涨了90%，到了明年第一季度它又涨上去了啊。这种我觉得应该来讲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不是说像神仙一样啊，能够猜测具体哪个股票涨什么时候涨到什么样的价格，并不是这样啊。我们只是做一个大的预期啊，大家都是等待。就像巴菲特当年他组织他的这个公司的时候，一开始他找的都是他家里面的这些亲朋好友啊，还有一些亲戚啊。那么他也有一份就是跟股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像他的公司的一个说明吧。当时他就说了，他说我不能预测价格啊，就不要有人来一定要我来预测价格啊。所以市场其实是不能够100%预测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判断啊，就判断寻找到哪一些公司是更值得投资的啊。那么只要这些公司本身它没有太大的问题呢，并且它是保持一个向上的趋势，那么迟早呢它会涨到它应该有的价格，对吧？当然了，那很多人也会说，
那像SanDisk 啊，像美光啊，那这些公司它本身也没问题啊，它也挺好的呀，是吧？对，没错。但是呢，这些公司呢，就是它随着这个市场的情绪啊，市场的这种狂热，它涨得过高了啊。就是你想一个股票从20多美元、30美元一下涨到2000，涨了几十倍，这个还不是一个市场非常狂热的行为吗？是吧？就如果在这样的一种下面还继续，就是说要去买这些股票的，其实买的人心里面也知道它很有可能会暴跌，但大家都想就是说，跟在这个很疯狂的这个节奏里面，看看能不能赚到一分钱啊，希望就是说亏的不是这个他自己，对吧？但是往往因为大家都这么想嘛，总要有人去亏损啊。另外呢，就是我讲一讲，之前我一直聊的是我的小的美股账户，对吧？我最近的大的股票账户呢，我也进行了一个股票的加仓，我也可以讲一讲啊。我加仓呢就是那个耐克啊，耐克足球的这个鞋子啊，出鞋子的耐克体育用品啊。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耐克呢，其实它的品牌啊，它的销量各方面，它在它的这个行业里面，它是很有护城河的啊，就应该来说它没有什么很强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它的股价呢，其实这些年一直不怎么好啊，我认为它是被市场低估的啊。那么它的性质呢，其实跟 PayPal 有点像啊，PayPal 其实过去这些年也是被低估的啊，主要呢就是市场就是资金更多的去追寻了热点，但是像耐克这种公司呢，它迟早它会回归的啊，而且它的股息啊，它的分红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稳定性很高啊。买耐克呢，不追求就是说啊赚10倍、赚20倍，是吧？就你差不多赚2倍、赚3倍就可以了，并且呢，这是一个短期来看就是2-3年啊，长期来看5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操作啊，我并不构成建议，我并不是说啊我买了耐克大家也要去买啊，我只是讲一下，就是记录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行为。好吧，那么今天呢就先分析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互动。